近日，在举行的虚拟的大西洋未来论坛上，英国2位大臣的先后演讲内容都引发关注。其中，在审视全球未来冲突时，大西洋未来论坛主席、前英国国家安全顾问兼驻阿富汗大使的马克·塞德威尔在开幕词中阐述了5种变化，称这5种变化将使全球安全进一步复杂化，并定义未来几十年。其一，环境变化。虽然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在呼吁全球保护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世界各国也在出台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地球环境，但是近几年的地球环境变化趋势，一系列物种的灭亡、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变化，都在显示着这一切地球环境并不乐观。马克·塞德威尔推测，即使世界可以零碳性排放，全球温度依然会上升，天气也会变得更加动荡，这是不可逆的。人们能够做到的，只能减少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推迟循环系统变化的到来，延长地球生态圈的寿命。其二，人口变化。人口老龄化，这是这几年除了环境以外最多被提及的热门话题。不管是产生老龄化的原因，还是平衡老龄化分布的一系列措施，世界各国对社会老龄化的担忧也是与日俱增。国家青少年的负增长意味着国家劳动力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牵扯出来的国家多方面问题，政治方面带来医疗、护理、生活、文娱设施、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资源问题调整。中国目前经济方面受波及极少，主要是国外影响特别严重，一系列保障体系下牵扯的费用以及资源压力是空前的。年轻人的减少意味着纳税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年人的压力变大，产业结构也需要适当的调整，增加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同时，老年人的教育文化事业，为大量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方面如何丰富老人的生活注意的重要方面。最后就是价值观的影响，人总是会变老的，国家对老年人的待遇也会影响到年轻一辈对国家执政者的看法。其三，新一代高新技术的到来，比如最近的热门科技话题量子信息技术，世界各国都在定制新一代高新技术的战略布局，为求抢先一步成为这场科技革命的领先者。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也是一大热门话题。自主性的技术不仅改变着社会形态，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无人机、无人潜艇、无人战车、无人军舰等等，也在改变着国防军事的布局。传统战争一步步的向信息战、电子战的迈进。其次，全球增长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其中马克·塞德威尔表示，只向中国倾斜，还有越南、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家，对欧洲的经济构成了挑战。随着美国对西方越来越看重，这将是我们关系的深刻转变。自第2次工业革命后，一直以来的发展已经触碰到了自己的天花板，除非打破制度重来，不然肯定上不去，但又不能让它落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正经历着上升阶段的发展，蓬勃向上的经济以及人口优势带来的工业优势变成西方资本的目标。其次，洲际之间的竞争。马克·塞德威尔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全球增长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带来洲际之间的竞争。正起步发展中的国家必然会弱于先一步完成发展的西方国家。这时，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对西方各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谁都想分一杯羹。本来发展中的国家就没有强大到可以抵抗西方资本的侵略。同时，东南亚本身的内部矛盾、历史遗留问题虽然不如中东严重，但还是让西方有挑拨离间、瓜分东南亚资源的机会。其实，国与国、州与州之间的竞争，世界范围内日趋白热化，和信息领域上针锋相对。其中，国内主要是新浪、国外推特等社交软件经常会成为各国网友或者阴阳人大战的地方，国际上的网络和信息主导优势便更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带来给全球安全带来的威胁性的变化，更像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影响世界安全的不再单纯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与各国息息相关全球未来变化发展的趋势。我希望他们幸福，我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强大而伟大的国家，但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环球时报援引俄塔社报道，10月2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聚会。会上，特朗普声称他已经退出上届美国政府签署的伊核协议，并称这是个可怕的协议。特朗普说，由于美国制裁，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7%，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他们幸福，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强大而伟大的国家。对此，特朗普此番发言被网友评论为是无耻的。事实上，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强大。
要知道，伊美向来是势不两立，30多年来，没有任何国家比伊朗受到的美国制裁更严重，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过对美国那样的猛烈抨击。在这样的关系下，美国何来希望伊朗强大一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10月19号，也就是特朗普发表讲话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将6家中国实体和2名中国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这又是为何？美方称，这些实体和个人与伊朗国航公司 IRISL 有交易往来，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帮助伊朗逃避美国制裁。美国务院表示，中国实体为伊朗航空公司船舶在港口安排停泊位，供应或转让大型集装箱货船，提供相关服务。不仅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威胁称，今天我们再次向全球利益相关发出警告，如果你与伊朗做生意，那么你将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俄、美、中、英、法、德与伊朗共同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意味着美国无权再干涉此协议。该计划已于本月18号到期。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发起了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运动，打算快速恢复制裁，来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不管怎么说，你美国既然退出了，又何来制裁一说？更何况，伊朗武器禁运已经到期，且不受联合国制裁。对此，除美国之外的伊朗核协议的缔约国认为，美国既然已经退群，因此不能提出有关遵守协定的要求。可话说回来，美国祝福伊朗是假，但是借伊朗打压中国是真。美国今年多次以违反对伊朗禁令为由，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回应，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各方在国际法框架内同伊朗开展互利友好合作，合理合法，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总而言之，美国现在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只要谁比他强，他就打压谁。对中国、对伊朗亦是如此。就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希望伊朗幸福，但前提是不能拥有核武器。近日，西部军区换装新型精确步枪，该部队的单兵装备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只不过在 5.8 毫米口径和 7.62 毫米口径上饱受争议。据观察者网报道，西部军区某旅换在野外驻训点开展换季保养工作。本次列装的是新型 QBU-191式精确步枪，该枪是 QBZ-191枪族中的一员。QBU-191是由 QBZ-191式步枪发展而来的重枪管精确步枪。但值得注意的是， QBU-191步枪使用的是采用全新发射药的新型 5.8 毫米口径步枪弹，而不是外军所用的 7.62 毫米口径 NATO 弹药。的确，目前世界上最畅销的就是 7.62 毫米口径子弹，但实际上 7.62 毫米自己也分很多种类，就比如说北约和苏联的标准完全不同，尽管都是 7.62 毫米，可是根本无法通用。也就是说，人各有所需，枪也是一样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我国的这款 5.8 毫米口径子弹到底如何呢？首先要知道，我国的 5.8 毫米子弹分为 5.8 乘以42毫米的突击步枪子弹和 5.8 乘以21毫米的手枪冲锋枪子弹，而这种 5.8 毫米口径子弹相比美国 5.45 毫米和俄罗斯 5.56 毫米口径子弹，其装药量和杀伤威力都更胜一筹。其次，前面我们提到，枪也是有其需求的，而这取决于我们的作战环境和作战方式。一般来说，口径越小，弹头越轻，弹药的后座冲量也就越小，那么射击时武器的跳动量也就越小，武器就越容易操作和使用，必然提高其点射命中率。小口径枪弹具有独特的杀伤威力，通过试验得出 5.8 毫米子弹优于 7.62 子弹。第一，同样是在100米的射击距离， 5.8 毫米口径子弹对钢板的清澈深度为8到10毫米，而 7.62 毫米口径子弹只能贯穿6到8毫米。第二，对30立方里面的肥皂块， 7.62 毫米口径子弹击穿肥皂块出口比 5.8 毫米子弹小 40% 左右。不仅如此， 5.8 毫米子弹初速高达960米每秒，因为它弹道低、身性好。另外，与我军上一代56式毫米口径子弹相比， 5.8 毫米子弹射程比56式提高了100米，这就提高了其射击效果。枪口初速衰减快，空中飞行稳定性差，从而导致子弹散布大，对目标的命中率也大为降低，这不满足我军威力较大且射击准确的要求。而之所以 5.8 毫米子弹能被 QBU-191式步枪所使用，就是其性能完善，更何况我国已经使用 5.8 毫米子弹有20多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 ，QBU-191式步枪具备空舱挂机能力，且更加精确。该新式突击步枪而有效射程打击600米目标。它还装备了低倍率可变倍瞄准镜，具备出筒快、视野大、瞄准速度快的优点，有助于安全距离作战。综上所述，针对高原作战，我军在采用小孔径子弹的同时，保证了其杀伤威力。新式突击步枪 5.8 毫米口径子弹优于7.62毫米口径子弹。